您不是秦科的张秀珍吗？隔别不过几年，您漂亮的我几乎不敢认了。想必您是出嫁了，叫您什么好呢？叫王太太，或者照老样叫学名，都随你便。这是我的老同学，王太太。这是于海畴先生，上海出版公司的编辑。你从哪儿来？我在《市民晚报》领稿费来，顺便买了点东西。今天礼拜六，你总该有空到我那儿谈谈去吧。我本来是预备到你那儿去的，带好消息给你。课堂给韦小姐电话。今天是礼拜六，你总该有空了吧？我想请你去吃晚饭，现在可以来奉邀吗？很对不起，我正在做着一点事，怕没有时间奉陪。那么我晚一点来好了。小维，您改了名字，我方才知道，您现在是文学家了。前几天我在报上看见维明做的小说，我真没想到就是你，写得真好，我还只给我丈夫看呢。
这稿子公司里是答应出版了，但是经理只肯给10%的版税，还要等发行后才能支。你看怎么办呢？你瞧着办好了。要不是你，我的心血还不老是白费吗？你信不信，这都是你的署名向来不写出女士的缘故。我讲给你听，我们经理决定出版这本书的情形，那才叫人气坏呢。决定退吗？您看过了没有？这书名就不很好，著作人的名字又没听见过，一定销不动。于先生，这是谁？你的？不，是一位朋友，就是做这部小说的人。哎，你怎么不早说作者是这样的一位小姐呢？如果说出女子做的，再用广告吹一吹，我想销路一定是好的。好吧，你赶快拿去，让他加几句自序在前面，我们马上就复印。我预备买来给我所爱的一个女孩子的，你应当喜欢她。这是一个不倒的女性。预备出去胡闹吗？
我在北平早就听人说你在上海闹得不像样。那你是太不明了我了。我每天忙得要命，哪有功夫去胡闹？白天忙，晚上也忙呢。你老是一个人出去，说什么正经我也不信。晚上多数是中国人方面的应酬，那些戴瓜皮帽的是谁也不兴带着太太出来的。为着买卖，又不能不跟他们联络联络。什么买卖不买卖，跟我毫不相干。你说，你给过我整笔的家花没有？你买了新轿车，天天往外跑，我背着一个阔太太的虚名，出门还得坐公共汽车。你说我有脸见人吗？得，明天礼拜没法支款，后天准给你2000，另买一辆车，也够了吧？2000块钱，只好买辆铜浆蛋丝的破车。你干脆留着自己花吧。新的要2000多两呢。4000，怎么样？并不是我不肯陪你出去，实在跳舞这种糜烂的享乐生活，不是我们应当过的。我不懂你，为什么老是像座冰山一样？为的是怕周围有什么东西要燃烧起来。热情有时是会把自己火葬了的。
我猜想您的事情这时也许做好了，果然没错。令您久等了吧？前几天我出席校董会时，听吴校长报告，下星期一考试结束了，马上就放假。假期中您可以多休息休息了，娱乐也是不可少的。到室外新开的海滨国际舞场去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可以抽烟吗？王先生是留美哲学博士，联美银行的总秘书，我们学校诚诚答应担任了校董。这就是我们音乐教员维明小姐。啊，早就慕名了。我对于教育和音乐都很有兴趣，希望以后我们能常常在一起来谈谈。
我太爱您了，您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，我希望您能够做我终身的伴侣。如果您可以答应和我结婚，哼，这种话我听得太多了。结婚，结婚能够给我什么呢？终身的伴侣，终身的奴隶罢了。我是晚婚主义者，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结婚。您难道是独身主义的信徒，永远不出嫁吗？我有点事情请你做，午饭后你在家等我一会儿好吗？胞妹如见，久不得信，想教无甚忙也。子献因遗子将庆，生活维艰。你写小红即日南来，战役五妹为火，预计1日午后可抵上海。相务在即，统司面谈，为亡人于子手上6月27日。下午就可以到上海，你可以看见你的妈妈了。咦，我也有个妈妈。小傻子，你怎么没有妈妈？要不你从哪儿来的呢？咦，那你怎么没有给我讲过呢？我妈妈是什么样子的？咦，是不是像咱们胡同里小赖子的妈一个样？
妈妈真好看。妈妈身边这个人是谁呀？是你爸爸。这可怜的孩子托你抚养吧，在这里我是没有出路的，我要到上海去。我不要这坏爸爸，我要妈妈。校董会议讨论校务发展及经济问题。不过，他在这里，学生都很欢迎，人缘也好。恐怕。
米店里今天又来要账，有便饭钱，请你付一付。我做了一首歌，叫《新女性》，想请你把它谱出来。新女性。我现在是把一些已经流行，但是对我们无益的歌曲，把它改做了来做教材。不过根本的办法，我们还是要自己创作。希望你跟我一块儿努力。这是我把桃花江改做过的黄浦江。我希望你能多接近阿英这样的人。妈妈，你告诉我，妈妈从前也哭过的。孩子怎么老咳嗽？恐怕是在路上受了凉。你住的地方离这里近吗？不近，不过我那里也住不下，而且向来没人知道我是有孩子的，所以我预备给你们另找房子。现在先到旅馆里去再说。
您的文章真是文如其人，太好了。希望您能常常给我们写稿。关于稿费，既然大家现在是熟人了，我可以特别提高。我还想问您要一张照相，登在我们的画报上。像您这样的作家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引起读者狂热的注意。可惜我这里没有。那下午我到府上来拿好了。您的住址是？韦明女士，陛下因经费之着，下学期若干课程均拟设法合班或兼并。台端所任高中音乐课程因此已有变动，请记另图高就。苦中朱熹见谅为何？顺送夺安，校长无人方起。韦小姐，您别愁，也许有比教员还要好100倍的机会在等着您。将来学校还要仰仗您的大力帮忙呢。暂时就只好请您原谅我一点，一切您将来自然会明白。韦明女士见，尊户勤租即欠3月，计洋45元，屡收无着，兹特前来警告，请于3日内来行理处。此起，上海钢琴公司。我现在是失业了，假如我的文字也还可以卖钱的话，以后恐怕要靠这个来维持生活了。这30块钱，您先收着用，将来在稿费里算好了。
这2个月的房租，请您马上想法子吧，我们实在垫不起了。像您这样又年轻又标致，何况还懂得吹弹歌唱，自己一生的吃着还用得着发愁吗？有钱摸你就笑，没钱摸你就叫吗？我们陪他到医院里去看看吧。先生，不要紧吧？病已经转成肺炎，不能说不要紧。不过，只要用酸素吸入的疗法，同时注射肺炎特效针，大概2星期可以治好。你们拿这个到事务处去接下住院的手续。3等病房，先算15天的住院费、酸素吸入和注射费，一共是127元，请你们先付了。到病好出院，如果算下来有的多，会还你们的。
让我们先付一点儿，余的再补交，可以吗？实在没法变通，你们随便到哪个医院去，也都是一样的。你先把他抱回旅馆去，让我去想法子吧。急用，何必要120块那么多的钱呢？你先不要管，我们去跟经理先生商量好了。你的小说写得真好，现在已经在赶印，过几天就可以出版了。韦小姐说，她有急用，要预支120块钱的版税。这个可是现在市面非常不景气，B 公司的薪水还欠到2个月，所以希望著作者也要刻苦一点，原谅一点。而且版税不到结算期头，也是不能预支的。个人的问题总不是什么难问题，你何必这样焦急呢？这3天的账，请您付一付。你对柜上说，等一等来收吧。
怎么，您收拾行李想出门吗？今天我才知道学校里辞退您的事。我来是想您或者需要我帮助。如果您一定要恢复那教员的位置，也是很便当的事。不过，像您这样的人，当教员实在是可惜的。我爱您快要发疯了，看不见您就吃不下、睡不着，请您就答应了我吧。这钻戒当得出多少钱？当？那我怎么知道？我刚买来的，是3200块钱 cash。如果您答应了的话，我的一切都属于您了。我是不会结婚的，因为我不能做一世的奴隶。不要说我现在没有新恋爱，并且也不会爱你这样的人。得了，不必再住旅馆了，你把账付清，就搬来一块住吧。请你估一估，这些东西能当多少钱？值是值200-300，当起来最多也不过20来块钱。你们年轻的女人，钱总容易想法子的，别这么急坏了自己的身子啊！
现在病象危险极了，如果再不赶紧送进设备完全的大医院，就不容易救了。吃饭了。今天来的是个大户头，妈的，就是眼光高不过。照他讲，只要中意，几百块钱也不算什么。哎，我看你屋子里那个，倒8、9不离10。你如果办得到，准比你的姑娘去还要捞紧得多。什么？你要我去？那不是人做的事情。这个世界呀，我们女人要想弄点钱，不这样有什么办法呢？你的心肠很软，你能看着心爱的孩子死掉不救吗？好，我去，我去。
别哭，妈要救你，明天就可以送你进医院了。小姐，刚上好粉，千万别再哭了，脸上总要带点笑才行呢。我去给你介绍一个有身价的朋友。照你这样子的人，亏待不了你的。不必再戴什么假面具了，我们讲买卖吧。我就给你这戒指，3200，怎么样？你们这帮狗，设下了种种的圈套，叫我们女子受尽你们的侮辱。
你们这天罗地网，你当永远是天经地义吗？哼，总有一天。哎，要我给你找个客人吗？啊？何必这样动气呢？你既然是常上徐太太那里去的，那我们不妨敞开来讲。我倒会不如别人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配你管吗？对，我是人，你才是什么东西？
你是老同学，不要脸的，你倒勾引起我的丈夫来。你这种人还要假充上等女子，真是丢尽了上等女子的脸。亏你这种有身份的人会给狐狸精迷住了。你知道他打扮的妖形怪状，跟不三不四的男人去干什么吗？妈的，什么女作家？那么，你是真的不爱他吗？你要误会，尽管去误会好了。我会去爱这种女人，那才笑话。齐维德这家伙是有名的色鬼，他捧的就不会有好东西。你还来跟我吃什么断命醋呢？你在哪儿认识维明的？你真把她当什么女作家吗？对您不说假话，这人我本来不想捧的，而且是个不配受抬举的东西。可是出版公司的经理这样拉拢，我们广告部也关照过不许骂，这真叫没有办法。哎，您知道他什么底细吗？你要是发表出来，可千万不要扯进我。
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明白？我虽然穷，但找些朋友凑起来，也不是绝对没有办法呀。话请那医生来吧。孩子，我们是没有希望的。你去了，妈妈也就跟着来了。妹妹，孩子丢下我们已经够惨了，你还忍心丢下我吗？姐姐，我实在不能再活下去了。这社会，我们又没有力量去改造它。你的将来和阿英姐商量商量吧。照他所服的药量和时间来讲，
大概是有复活的希望的。不过他的心脏太衰弱，神经所受的刺激也很厉害，最好还是马上把他送进医院去。妹妹服毒了。先生，您大概是舍妹的好朋友，我真是六神无主，您想法把她送进医院里去吧。这是50块钱，靠近这里的4厂旁边有一家医院，我打电话叫他们开救护车来。你们救我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还嫌我苦吃的不够吗？阿英姐，托你替我姐姐找份工作，我是不行的，你们让我死了吧。我知道你很痛苦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自杀总是弱者做的事。你死，反而落得旁人一场讥笑，你想想值得吗？管他值得不值得，眼不见为净的。好吧，你说眼不见为净，现在我就给你自己亲眼见一见。女作家为民自杀，生前秘史大暴露。女性终为弱者，我要报复。你要报复，你也先得抛弃你的验尸官。你自己忘了那不倒女性的意义吗？本来生活就是搏斗，你倒下了，只要再站得起来，到最后是一定会胜利的。对，魏明姐，死了不是一切都完了吗？
个人的复仇主义虽然不中用，但活着却无论如何是一切的前提。好，我准备活下去。我要丢开一切个人无谓的烦恼，来开始我的新生。好在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请问，我几时可以出院？毒性是差不多解消了，不过病人的身体太弱，向来又是有心脏病的，恐怕还有什么变化。你们少同他谈话吧。签一张出门证。女作家为民自杀。哎，可惜，可惜没叫他多写2部小说。哎，不知道有遗作没有？倒得打听一下。哎，我们何不来发起个追悼会？我们对他能有什么感情？不过我们这样做，大家都有好处嘛。对你们不是也可以增加点新闻资料吗？
救救我！我要活！我要活！